最近有中国网友陆续发现，自己手机相册里保存的和于朦胧相关的视频、照片竟然被自动删除了。这种技术手段已经令人毛骨悚然，几乎就是数字时代的抄家。什么样的事件需要动用如此匪夷所思的手段去抹平？一桩官方已经定性为饮酒后意外坠楼的普通事件，需要这样吗？显然，这套说辞连他们自己都不信。北京警方那份关于于朦胧的通报，恐怕会在未来成为一份历史文献。它不是因为记录了真相，而是因为它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教科书式的方式，展现了一个政权在末路狂奔时的典型症状：傲慢、拙劣，以及对民众智商的彻底蔑视。这份通报，它通篇都在回避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对于一个身高超过1.8米的成年男性，如何在自家窗台足够高、纱窗足够坚固的情况下意外坠楼，他一字未提。根据多位居住在那个名为阳光上东小区的业主描述，那里的窗台高度差不多有1.2米，对于一个身高1.8米几的成年男性来说，这个高度至少及腰。而一个及腰高的窗台，除非你刻意攀爬，否则对于一个醉酒的人来说，要如何才能意外地翻越出去呢？更何况当事人于朦胧早年因为拍戏事故从高处摔下过，腿部受过重伤，有公开承认的恐高症。一个恐高的人会在醉酒后特意跑到窗边去看风景，然后意外掉下去吗？对于法医检验的具体结果，例如体内是否有违禁品，指甲缝里是否残留着他人的皮肤组织，通报讳莫如深。他唯一热衷于详细描述的是抓了几个造谣的网民。这就像一桩凶杀案发生后，警察不去调查死因，不去追捕凶手，而是冲进围观人群里，把那些议论纷纷、猜测案情的人抓起来，然后对所有人宣布案件已经破了，因为抓住了扰乱秩序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恐吓。他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真相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必须接受给出的版本。然后是现场流传出的各种信息碎片。有录音记录了他坠楼前声嘶力竭的哭喊和呼救，喊着一个叫范小花的名字，而这个名字被网友只认为就是范世琦。有邻居通过猫眼拍摄到的视频显示有人移动了他的遗体。还有人透露，事后整个小区的居民要么是收到了数额不菲的封口费，少则几万，多则可能上亿，要么就是受到了包括家门口被泼红漆、车胎被扎在内的直接威胁。最震撼的莫过于那封据说是于朦胧临终前发给他母亲的手机简讯。信中提到，他被禁锢在一个公寓里，被一个号称亲王的老男人和其家族所控制，被迫成为他们洗钱的工具。那些天文数字的金钱，甚至可能牵涉到用他的名义注册的军火公司。信里还说，因为有调查人员在查他们往澳洲洗钱的事，那个亲王怀疑他泄露了资料，设下酒局要让他彻底闭嘴。如果这封信哪怕只有一部分是真的，那么这就是一场蓄意的、残忍的谋杀。还有细节来自于一个叫田海荣的艺人，他发布的警方通告竟然是一个没有官方水印的预览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警方正式向社会公布之前，这份通告就已经在涉案的圈子内部流传了。而当时很多网友对他发出了很多质疑，随后他连忙删除了自己的微博。单单从这点，我们起码能知道，官方和这个圈子的某些人存在着提前的沟通，甚至可以说是协调。他们不是在调查案件，而是在统一口径，在进行危机公关。我们把视野拉开一些，看看这个中共黑色网络的真实样貌。任娇、乔任梁、本溪，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主持人鞭策。这些悲剧之间存在着一些惊人的巧合。多人隶属于同一家经纪公司天娱传媒，多人的死亡都与一个叫做程青松的红毛和一个叫范世琦的艺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看这家公司叫坠楼公司比较贴切。而阳光上东这个小区，有同小区的居民透露，事发后有人挨家挨户的给封口费，从几万块到上百万不等。整个小区的封口费用甚至可能高达数亿。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势力能够动用如此庞大的现金资源，
去封住一个数千户居民小区的嘴，这已经超出了普通黑恶势力或商业资本的能力范围。这笔钱的体量和执行的效率，都指向了那些传闻中的太子党和他们的白手套。于朦胧事件中被反复提及的名字，从蔡奇的儿子蔡尔金，到被传与彭丽媛有旧交的宋伊人母亲，这些传言反映了当下公众的一种普遍认知，在中国存在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这套组合拳打得异常猛烈，警方火速结案。通报里对案情本身的描述惜字如金，却用大篇幅强调抓了几个造谣的人，杀鸡儆猴的意味溢于言表。所有主流媒体集体噤声，仿佛这个人从未存在过。相关讨论被以应山尽山的原则清理，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的净网行动，现在更是把手直接伸进了每个人的手机里。那位在16号直播中呼吁真相的演员李廷哲，在19号却只发了一句我该怎么办，配图是助理收到的私家侦探的警告信息。那位曾位于朦胧发生的红后代林北川被召回北京，手机也被收走扣押。那位曾出演过新《红楼梦》的女演员孙琳，在发生后出门取快递，竟然被从天而降的花盆砸进医院。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种种超乎寻常的反应，恰恰证明了一件事：真相足以动摇某些庞大的存在，所以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掩盖的。而能在中国制造出这么多意外，说明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娱乐圈的范畴。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于朦胧案暂时转向另一则看似不相关的新闻：澳大利亚那位驾驶劳斯莱斯逆行撞车的华裔富豪女杨兰兰。据爆料，这位杨兰兰的真实身份可能与习近平家族有关，其名下数百亿的巨额资产很可能来自于被挪用的军费，通过“一带一路”等渠道转移至海外。巧合的是，在网友挖出的信息中，有人曾在2017年以于朦胧的名字注册了一家经营范围包括军火的公司。一个年轻演员为什么要注册一家军火公司？但如果将他与杨兰兰的传闻与于朦胧遗书中所提到的被迫成为洗钱帮凶、天文数字的金钱等细节联系起来，真相也就浮现了出来。于朦胧所遭遇的可能不仅仅是娱乐圈的潜规则，他可能在无意中触碰到了这个庞大利益网络最核心的秘密——资产向海外转移的管道。他可能被当作了一个资金流转的人头账户，或者更糟糕，他可能因为良心不安，试图保留一些证据。传闻中导致他死亡的那个 U 盘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从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他彻底闭嘴的疯狂举动来看，那很可能是足以摧毁这个利益集团的账本和交易记录。当一个他们开始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清除不稳定因素时，恰恰说明这个中共内部已经极度脆弱和紧张。习近平最近的几次公开露面，无论是去西藏还是去新疆，都显得极不寻常。去西藏，军区司令员没有出场；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双双缺席。陪同他视察部队的是中央军委派来的刘振立，角色更像是监督而非护卫。这一系列的异常信号都指向一点：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可能已经出现了松动。正是在这种高层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的背景下，任何可能引爆舆论、牵扯到高层家族的黑材料，都成了必须被第一时间销毁的定时炸弹。于朦胧的悲剧恰好发生在了这个最敏感的时刻。他不是死于某个大佬的个人泄愤，而是死于派系斗争的清场行动。而他的死亡已经被用来确保某一方势力的绝对安全。这让我想起了林彪事件。1971年，作为2号人物的林彪乘飞机出逃，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事后，官方给出的定性是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个结论简单粗暴，充满了政治批判，却无法解释重重疑点。一个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为什么要用如此仓促狼狈的方式出逃？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今天于朦胧的事件，他同样以一个简单的官方结论，试图掩盖一个复杂而黑暗的真相。他同样让人们看到了
中共口中那些光鲜亮丽的口号和宏大叙事之下，隐藏着怎样的龌龊、特权和无法无天的暴力。如果说林彪事件动摇的是对政治乌托邦的信仰，那么于朦胧事件动摇的就是中国普通人对社会还存在基本公义的最后一点幻想。近期的几次重大活动，习近平的某些标配动作被取消了，以往必定要发的贺信消失了，去地方考察陪同的级别在降低。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强却异常活跃，不仅会见了美国代表团，还高调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甚至连土耳其驻华大使都去拜会一个仅仅是民政部副部长的胡海峰。他拜会的不是副部长，而是胡锦涛的儿子。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是否可以推测，正因为最高权力可能出现了不稳，下面那些依附于他们的派系和利益集团才会变得更加疯狂和没有安全感？他们需要用更残暴的手段来清除威胁，用更夸张的动作来宣示自己的存在感和掌控力。但是中共当局可能严重低估了于朦胧之死所引发的冲击。他们习惯了用大数据监控来衡量民意，认为民众早已在经济下行和高压管控中变得麻木，但他们忘记了人心是测不准的。于朦胧清白、正直、热心公益的形象触动了当下中国社会最稀缺也最渴望的东西——干净和善良。他的死让无数在失业、内卷和压抑中挣扎的年轻人越发愤怒。展现这种愤怒的是墙内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搜索量暴增150%，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追星行为，而是一场自发的对社会公义的集体呼唤。人们之所以冒着被删帖、被禁言，甚至被喝茶的风险，去传播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去点亮每一支微弱的蜡烛，是因为他们在于朦胧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们守卫的不仅仅是一个死去偶像的尊严，更是在守卫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尚未被彻底磨灭的对是非对错的朴素判断。这种来自民间的巨大能量，恰恰是当局最恐惧的。他们可以封锁信息，可以像江油事件那样抓捕造谣者，甚至可以做到让相关照片和视频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从私人手机里自动消失。但是他们无法删除人们内心的记忆和愤怒。每一次拙劣的掩盖，每一次对真相的践踏，都像是在为一座积蓄已久的火山增添新的压力。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活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窒息。青年失业率在官方剔除在校生、优化统计口径后，依然创下新高。创纪录的千万毕业生涌入一个急剧萎缩的就业市场，这本身就是一场灾难。中共已经无法再通过经济增长来提供社会上升的渠道，它现在只剩下两种统治工具：谎言和暴力。于朦胧事件恰恰是这两种工具的一次联合展演。于朦胧的悲剧是否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现在尚不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在中国民众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怀疑和愤怒的种子。这颗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再也无法被轻易抹去。那些自以为可以一手遮天的人，最终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自己的覆灭又挖深了一铲土而已。